周三，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10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年是九二共识达成30周年，中央台办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党的18大以来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发展情况。对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否有时间表的问题，中央台办宣传局局长、新闻发言人马晓光再次重申，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或外部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大陆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中央台办副主任陈元峰在发布会上表示，过去10年对台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10年中，两岸政治交往取得历史性突破。我们推动实现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直接对话沟通，将两岸交流互动提升到新高度，成为两岸关系发展道路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当前，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都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推进祖国完全统一面临着新的形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统一的时、势、意始终在祖国大陆这一边。8月10号，国台办与国新办联合发表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陈元峰表示，面对新形势，有必要发表新的国家统一白皮书，进一步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追求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阐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新时代推进实现祖国统一的立场和政策。今年是9·2共识达成30周年。1992年，经两岸双方授权，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通过香港会谈及其后的函电往来，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被称为9·2共识。中央台办宣传局局长、新闻发言人马晓光指出，两岸达成9·2共识的历史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双方都表明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追求两岸统一的基本态度。要义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对于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海基会表示认知各有不同，海协会表示在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做了求同存异的处理。这一共识之所以能够达成，关键在于双方在坚持一个中国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明确表明了态度，同时也妥善处理了分析，体现了双方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是两岸同胞的宝贵财富。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台办宣传局局长马晓光在会上介绍了和平统一之后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势，以及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马晓光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祖国大陆的社会制度，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势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两岸统一后，台湾经济发展空间更大，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发挥，台湾同胞发展空间将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耀。对于当前各方关注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否有时间表的舆论，马晓光再次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我们也必须把话讲清楚，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个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马晓光表示，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或外部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台独分裂势力企图以武拒统、以外谋独，只会加快自身灭亡。此前，大陆方面已经公布了2批台独顽固分子，表示对其依法惩戒。中央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积极运用法律武器打击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等主要支持者依法实施惩戒，
是打击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举措，极大震慑了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极大鼓舞了岛内外支持祖国统一的爱国人士，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肯定。我们将持续加强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力量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我们也将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进一步出台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图谋及行径的法治新举措，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美国海军第7舰队周二宣称，美海军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同加拿大皇家海军温哥华号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对于美方的公开炒作，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周三作出严正回应，表示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施毅陆军大校表示，9月20号，美国希金斯号驱逐舰、加拿大温哥华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自2021年夏天以来，美海军希金斯号、霍华德号、杜威号、拉尔夫·约翰逊号、拉斐尔·比拉达号等5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陆续换防至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进行部署。其中，希金斯号已服役超过20年，但进行过现代化升级，属于基线9型宙斯盾驱逐舰，具有综合防空和反导防御能力。而这次跟随美海军希金斯号一起穿越台海的温哥华号护卫舰，则是加拿大海军12艘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中的一艘，是加拿大海军主力战舰。该舰1993年服役，2016年经过一次大型装备升级，加强了舰艇的火力和巡航能力，并安装了全新的作战管理系统、雷达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温哥华号护卫舰最近几个月的业务非常繁忙。6月底，该舰抵达美国夏威夷，参与美方组织的环太2022军演。8月底，温哥华号又出现在美日组织的荣耀渡鸦海上联演中。这次演习从关岛附近海域移步到南海举行。其中，日本出动了出云号准航母及高波号导弹驱逐舰，美国海军出动的正是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和2艘综合补给舰。为什么中方一再关注美国军舰以及美国和盟友军舰的穿航？是在穿航的过程当中是带有很明显的威胁意味的，是以这种不规矩的方式来向中国挑衅的。所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我们当然不能视而不见。而对于美加之间的联合穿航，这一次呢，大家会看到这个行动背后它的这种政治意涵，美国拉拢盟友在台湾海峡来不断的进行挑衅，同时呢人多势众等一系列的设置都是非常清晰的。美国试图强调的是所谓的不同的政治意味，试图扩大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华施压的力度。而这也是加拿大军舰近年来第4次穿航台湾海峡，但与美军联合行动尚属首次。不仅如此，加拿大近来还多次碰瓷中国。今年上半年，加拿大军机在距离加拿大西海岸8000公里远的东海上空执行监视朝鲜的霓虹行动。但加拿大军方6月发布的声明称，从4月26号到5月25号的1个月时间内，中国空军军机数次接近加拿大皇家空军战略侦察机，加总理及外长等还多次发声，无端称军机遭中国空军干扰。随后，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就此作出回应，指加方有关言论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针对加方挑衅行为和不友好、不专业的操作，中国军队迅速采取了有理有利、安全专业的处置措施，并通过外交渠道向加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中方敦促加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搞麦克风外交。去年底，加拿大防长阿南德还发文称，加拿大将永远当美国的忠实盟友，帮助美国维护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而加拿大军队当前头号任务就是联手美军，迫使中国遵守这种秩序。对于加拿大来说，现在加拿大的外交的设计恐怕是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配合美国的行动方面，现在我们的观察来看，似乎已经忘记了孟晚舟事件，
被美国利用，带给加拿大的一系列的痛苦的过程，忘记了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服务可能会对自身国家利益产生的影响。而当前呢，在军事上的一系列的动向，很明显是美国拉拢北约盟友、拉拢西方盟友，在共同进行大国竞争战略的设计。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加拿大的积极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显示出的是加拿大试图把自身的利益与美国利益进行绑定。当然呢，逐渐加拿大会看到的是，这种绑定将带来对自身的更多的限制、更多的损害，而并非更多的注意。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加拿大的一系列对华示强举动和错误对华认知都是紧跟美国的结果。外界都在高度关注陷入低谷的中美关系，甚至有不少人担心中美将进入新冷战。对此，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当地时间周一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商会代表成员进行座谈交流时就表示，中美两国制度不同是各自人民的选择，中美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打倒不了谁。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3原则。拜登总统多次强调4不一无益。关键是美方要尽快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美方应停止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停止搞排除中国的小团体、小圈子。王毅强调，当务之急是妥善管控台湾问题，否则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影响。实现和平统一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也将为此尽最大努力。但必须看到，台独越猖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就越消减。当天，王毅还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特别引用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宁失千军，不丢寸土。”他表示，这就是中国人民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意志和决心。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发表视频讲话，谴责西方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已经越过所有界限，并签署部分动员令。俄防长绍伊古宣布将征召30万名预备役人员，这是俄罗斯在2战后首次发布动员令。普京表示，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主要目标仍是解放顿巴斯全境。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回应称，这是绝对可以预见的呼吁，这看起来更像是试图为自己的失败辩护。对此，中国呼吁有关方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停火止战。普京周三在面向全国的讲话中表示，西方已越过所有界限，不负责任的政客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俄罗斯在遭到袭击。他称，西方已经开始核讹诈，威胁对俄罗斯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Для защиты России и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мы безусловно используем все имеющиеся в нашем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средства. Это не блеф. 普京指出，西方的目标是削弱、分化并最终摧毁俄罗斯。西方一些人已经在直接说，他们能够在1991年分裂苏联，现在已经到了俄罗斯解体为众多互为死敌的地区的时候了。由此，普京正式宣布，从即日起开始进行部分动员。А именно для защиты нашей Родины, е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и людей на освобожден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считаю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поддержать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частичной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Кто проходил службу в ряда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име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военно-учетные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опыт. Призванные на военную службу перед отправкой в части в обязательном порядке будут проходить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подготовку с учетом опыта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这是自2月2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普京首次发表全国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普京重申，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仍是解放顿巴斯全境，没有改变。普京称，卢甘斯克事实上已经完全摆脱乌方，而顿涅茨克的战斗还在继续。俄方将支持顿巴斯地区、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居民在全民公投中做出决定。有分析认为，普京的电视讲话是观察俄方下一步举动的重要窗口。此前，普京在2月24号的电视讲话中说，决定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并称30年来，俄罗斯一直试图就北约不东扩达成协议，但却受到欺骗、施压和讹诈。北约的战车正在朝着俄罗斯边境移动。而在3天前的2月21号，普京曾签署命令，承认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并发表电视讲话，命令俄军在上述2个地区维护和平。
外界注意到，在2月21号的讲话中，普京的高频词是乌克兰；2月24号的讲话中，高频词是北约。而这次，普京在讲话中反复提及的词汇是西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同一天在俄罗斯24节目上就披露了此次部分动员的目的。他直言不讳称，现阶段俄罗斯不仅在与乌克兰作战，同时也是与西方国家作战。Подконтрольность западным инструкторам, кураторам, коих там достаточно много. Последняя группа, которая прибыла, и бывш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и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150 человек, это фактически полностью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Сидит западное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в Киеве, которое руководит всеми этими, по нашим оценкам, больше 70 военных и больше 200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путников. Работают на то, чтобы разведать место расположения нашего。绍伊古补充表示，在部分动员过程中将征召30万名预备役人员。他还称，俄方可供动员的人力储备近2500万。Призывать отмобилизовывать не будет,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как и все,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тех, кто служит по призыву. Их это тоже не касается, они не подлежат никакой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на。值得注意的是，绍伊古在节目中透露了自2月24号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乌两军的伤亡人数。Наши потери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это погибшим 5937 человек, их потери. При этом погибших у них 61 207 человек и раненых 49 368。俄媒今日俄罗斯称，这是俄罗斯官方自3月底以来首次公布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伤亡人数。俄罗斯国防部当时表示，俄军自2月24号至3月底共阵亡1351人。俄军双方战事仍在焦灼。据俄国防部最新通报，在目前战况激烈的东部战线，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空战中击落一架乌克兰空军的苏24战机。在南部战线，俄军对尼古拉耶夫地区部分乌军临时营地实施打击，摧毁多台特种军事装备和车辆，以及一座装甲车修理厂。乌方周三透露，乌军在东北部地区继续推进，重新控制卢甘斯克地区的比洛格里夫卡。该定居点距离当地重要城市利西昌斯克约10公里。自月初实施反攻以来，乌军已收复哈尔科夫州东部大部分地区。针对俄方开始进行部分动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周三在其社交平台上回应表示，俄方此举是绝对可以预见的措施，并称看起来更像是试图为自己的失败辩护。而对于顿巴斯地区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即将举行公投，乌克兰副总理伊琳娜·维列修克警告，乌公民在非基辅控制区参加入俄公投或将面临最高5年监禁的刑事责任，并处没收财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方在俄乌局势上的立场。对于乌克兰危机，中方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我们呼吁有关方通过对话谈判实现停火止战，尽快找到兼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的办法。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为此创造条件和空间。第77届联合国大会正在纽约举行，普京最新讲话在大洋彼岸引起震荡。率团出席的俄外长拉夫罗夫已经抵达纽约。根据活动日程，拉夫罗夫将在联大发表讲话，并计划举行20次双边会面活动。半岛电视台周三报道指出，俄乌冲突已经成为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战事。作为重要产粮国，俄乌两国的冲突还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因此，在联大发表演讲的各国领袖几乎都提到了俄乌局势。在联大一般性辩论首日，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均在演讲中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称此举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灾难，也给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带来了灾难。Deshalb werden wir keinen russischen Diktatfrieden akzeptieren und auch keine Scheinreferenden. Wir unterstützen die Ukraine dabei mit aller Kraft, finanziell, wirtschaftlich, humanitär und auch mit Waffen. Aux membres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 le dire haut et clair, et aux membres de cette Assemblée de nous soutenir sur ce chemin de la paix. J'appelle à cette tribune les membres des Nations Unies à agir pour que la Russie renonce au choix de la guerre. 卡塔尔、塞内加尔等国领导人的演讲则着重呼吁立即举行和平谈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与联合国最近协助促成的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
对维持全球粮食供应至关重要。未来将继续努力，争取以一项基于乌克兰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协议结束战争。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透露，拜登将于当地时间周三上午在联大发表讲话，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进行严厉谴责，批评其违反联合国宪章。沙利文称，拜登不会用他的演讲来争辩俄罗斯应该被赶出联合国安理会，但会呼吁更多国家公开或私下反对俄罗斯。美国政治新闻网周二的报道则披露，对于一些美西方官员来说，1年1度的联合国大会索然无味，私底下甚至会偷偷鄙视这一日程混乱、演讲乏味的聚会。而俄乌冲突让美西方突然有了兴趣，因为可以建立新的联系，巩固旧的联系，以此进一步在国际场合排挤俄罗斯。比如此前俄代表团申请赴美签证，作为联大东道主的美国就百般刁难，拖延数月才最终同意向俄方代表团部分发放入境签证。此前美国已经采取了很多手段，对俄罗斯包括像签证限制啊，包括这次邀请泽连斯基也会发表视频演讲。拜登我相信也会端出就是一系列的这种对俄的制裁的动议了，来要求其他国家予以配合，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所以我相信这次会进一步的加剧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这种阵营式的分裂，同时也会让联合国能否在继续发挥团结全球、对抗共同的全球挑战方面，面临更大的障碍，也会使很多全球合作或者全球治理的议题更加难以得到实现。拜登周三在联合国的日程还包括与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进行首次双边会谈。美媒预计，两人除了讨论经济关系、北爱尔兰问题之外，俄乌冲突将是重点议题。外界注意到，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英两国始终冲在拱火局势的一线，不断追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是对乌克兰进行军援力度最大的两个国家。因此，美英领导人的会晤将就俄乌冲突做出何种表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实际上，在出发前往美国之前，特拉斯就宣布，英国将在2023年达到或超过今年对乌军援金额23亿英镑。目前，英国已经是乌克兰的第2大军事援助国，提供了数百枚火箭、防空系统和非致命军事装备。英媒指出，特拉斯行前表态预示着他将利用这次访问强调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同时也强调需要消除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英国新首相特拉斯在与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前承认，英国可能在数年内都不会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那您对此怎么看？美英所谓特殊关系还能持续吗？对于特拉斯来说，当选首相后的确面临着一个艰难时刻。他刚就职后2天，英国女王去世，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去世了，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对女王来说，最大的变局就是大英帝国的落幕，而女王的去世更是对英国国家身份的拷问。那么就是在未来，英国将以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自处和面对世界？我认为这是特拉斯上任之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或许比当年的撒切尔夫人面临的挑战还要大。首先呢，英国脱欧虽然已经完成，但是脱欧之后的内外政策还没有成型。约翰逊是一个强硬的脱欧派，而特拉斯作为约翰逊的继任者和支持者，大概率呢会延续约翰逊时期的政策。脱欧之后，英国如何与欧洲大国和欧盟相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强势脱欧的英国首相下台了，但是强烈反对脱欧的欧洲大国领导人还在台上。这就是为什么特拉斯不确定法国总统马克龙是不是自己的朋友的原因。其次，脱欧之后的英国需要重新融入世界，需要重新跟世界建立贸易关系。原来作为欧盟成员国享受的待遇没有了。特朗普任内是支持英国脱欧的，甚至拿英美自由贸易协议来诱惑约翰逊。但是拜登上台之后呢，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拜登还是爱尔兰裔。特拉斯与拜登首次会谈之前释放出对英美自贸协议不抱期待，也算是比较务实的做法。最后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脱欧之后的英国处于身份的迷失状态。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大英帝国的传统在回归，比如说英国对乌克兰强有力的支持，
特拉斯宣布明年给予乌克兰更大力度的支持，并且认为乌克兰的安全就是英国的安全。事实上，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英国在大西洋共同体内部获得地位和身份的重要的议题。英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援助乌克兰的大国。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英国现在的外交战略更接近于19世纪。虽然大英帝国不存在了，但是英国外交中的帝国战略思维依然存在，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任何挑战海上霸权的大陆强权。脱欧之后，英国力图建立所谓的全球不列颠，比如更加频繁地去介入亚洲。除了加入英美澳3方安全合作协议之外，还积极谋求加入 CPTPP。特拉斯面对的挑战就在于英国传统的外交战略能不能帮助英国从欧洲脱离出来之后进入世界。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日前发表荒诞言论称，在当前国际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国不愿提供更多刺激措施，这给美国支持国际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大压力。实际上，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压力来自美联储不断加息的影响，这并非是中国的经济政策能缓冲的。美联储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发布议息决议，市场预计此次加息幅度将达到75个基点以上。美国凭借美元霸权肆意扰乱世界金融市场，对他国财富大肆割韭菜，美元霸权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大乱源。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周二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世界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这次不太急于真正刺激经济，做得太少了。他一方面承认这样做可能对中国经济有好处，从长远来看也有好处，但又话锋一转称，这给美国带来了更多负担，不利于美国支持世界经济增长。这种荒诞言论忽视了当前各国不同的现实和挑战，不仅不公正，也不负责任。环球时报的社评认为，中国经济的确面临着挑战，但正是出于负责任的态度，中国才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不搞大水漫灌，不透支未来。而在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的同时，美国在做什么？他主动挑起贸易战，并采取一系列脱钩、断供、制裁、限制等措施，对中国经济百般打压。马尔帕斯把话说反了，是美国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负担，不利于中国支持世界经济增长。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来看，说哪个国家应该对这个全球经济来负责呢？我觉得美国首先是他要负责，然后他的政策现在也是从自己的国家出发考虑的。中国的政策呢是由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考虑的。中国经济已经从原来的高速增长到了调结构、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现在如果就是简单的搞这个刺激需求，不会帮我们实现这个高质量的发展，它只会带来比如说这个重复建设呀，然后呢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使得这个结构失衡等各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马尔帕斯站在美国的立场，毫无道理地指责中国已非首次。今年4月，马尔帕斯就曾表示，世界各国正在努力促使供应链多样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声称这可能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当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就报道认为，美西方国家想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困难，例如高昂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实施起来并不容易。马尔帕斯曾担任特朗普政府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此前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担任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并且具有华尔街投行任职经历。2019年4月，获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马尔帕斯当选世界银行新任行长，延续了美国对这一职位的垄断，但其对多边主义持怀疑态度，因此其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受到多方质疑。世行的协定条款没有明确规定行长的国籍，但自成立以来一直由美国人担任。美国和世行之间的这种公私不分的情况，也体现在一些世行官员的态度上。对此，美西方内部反思也越来越多。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撰文称，如果美国坚持死握行长人选控制权不放，受害的将是世行自身。今年4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访美期间就喊话美国，应该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话语权。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并不是为什么美国必须给予中国更大的影响力，而是如果不给予中国影响力，这样一个落后的组织，其存在的合理性就有问题了。
他更进一步解释称，美国人无法真正阻止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让中国参与这个体系比不参与要好。从现在来讲呢，就是世界银行，无论是美国人仍然作为这个世界银行的总裁，还是世界银行的结构我觉得都需要进一步的改革，还应该进一步的去反映这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在这个全球经济中的这个影响，然后他们的话语权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实际上，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压力正是来自美联储不断加息的影响。世界银行上周在其官网发布最新的研究报告就指出，各主要国家央行为应对通胀而加息，可能令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尤其是这将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民众造成毁灭性的长期伤害。报告指出，各主要国家央行在坚持抑制通胀努力的同时，不应诱发全球经济衰退。世行特别呼吁，发达经济体应充分考虑自身货币政策调整时的外溢效应。尽管世界银行并未直接点名，但国际经济界很清楚，世行最担忧的就是美国再次加息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外溢效应。按照日程安排，美联储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2点公布9月利率决议。由于上周公布的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高于预期，通胀见顶论潮退，市场对美联储本周强势加息的预期急剧上升。目前，多家机构已压住美联储将加息75个基点，同时不排除加息100个基点的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经济呢，在全球建立起了一个不对称的这个优势地位。那么包括这个美元它的金融市场，然后呢包括它的这个贸易政策等，就是处于这个核心地位或者处于支配地位。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主要国家之间协调，而且特别需要像美国这样的，既然享有这样的这个好处优势的国家，那么它需要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有更强的这个财政纪律和货币政策纪律。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世行行长马尔帕斯表示，在世界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在刺激经济方面做得太少了，给美国带来更多负担。那您怎么看这种说法？主持人好。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责呢，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的贷款和技术协助，来帮助这些国家减轻贫困，促进共享繁荣。世行行长马尔帕斯呢，作秀批评中国在刺激经济方面做得太少，显然呢是越位行为，超越了他的这个权责，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试图把美国的高通胀责任甩锅给中国，可能呢与他是美国人有关。他呢曾在老布什政府担任过副助理国务卿，也当过特朗普的竞选顾问，担任过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即便呢有这样的背景，他批评中国的逻辑呢也是不成立的，很不专业。因为呢美国的高通胀主要来自6个方面，都是内因而不是外因。美联储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美元流动性的大放水，为通胀高呢埋下了伏笔。美国政府财政政策的大刺激，先后推出了7轮的这个财政纾困法案，加剧了供需失衡，产业空心化又导致供给不足。这个制造业呢，只占美国 GDP 的比重呀是不到11%。那么这呢是高通胀的结构性原因。贸易保护主义推高了美国的物价水平，对华加征特别关税，试图呢在其他的地方寻找替代品，却掉了链子。那么为美国的通胀呢是火上浇油。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受制于关键零部件的短缺，这个运输体系混乱等原因呢，美国供应链长期不能够这个顺畅衔接，直接导致了高通胀。俄乌军事冲突呢爆发以后，这个美欧呢加强对俄能源制裁，进一步的推高了美国的通胀。那么这些推高美国通胀的原因呢，全是他们自己带来的。现在呢是自作自受，还试图甩锅给中国，真的是很不体面。而世行行长出面甩锅呢，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这实际上呢是霸凌做派的自然流露，试图把美国的通胀压力向世界转嫁，要中国采取这个大水漫灌式的自我牺牲来满足美国的要求。他们的算盘呢是彻底打错了。有中国媒体说得很好，马尔帕斯正好呢把话说反了，是美国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负担，不利于中国呢支持世界经济的增长。也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美欧的高通胀恐怕很难治理，即便再加息。那您认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个判断呢，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在美国的作祟下呀，试图用贸易保护主义和冷战思维来挽救美西方的经济退市，特别呢是制造业上的虚弱。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中呢，主要经济体都实现了这个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这个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思想下呢，形成了分工合作的架构。美国呢，通过资金和技术输出形成了高增长；中国呢，通过制造业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这个输出廉价产品，提高了美国等国的消费者的购买力。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呢，输送到包括德国在内的这个欧洲国家，降低了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维持了欧洲的竞争力和生活水准。那么这种按比较优势形成的合理分工呢，使得美欧在工资水平没怎么提高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购买力增强和低通胀。但是呢，美国总是想事事占优，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霸权思维吧。当发现呢中国的 GDP 总量已经超过美国 GDP 的70%以后，就设法呢阻碍中国的持续发展。而俄罗斯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呢，要通过北溪2号输气管扩大这个能源合作以后，美国呢也担心呢欧盟有一天也要摆脱美国的依附，走向独立自主。于是呢，美国决定打破这种供应链，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使得美国呢成为这个经济各领域的全能冠军。对中国呢，美国率先进行高科技制裁，打压华为、中兴等5G 领导者，接着呢进行贸易战，对华进口商品加征特别关税，企图把在中国的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或者是美国。现在呢，又是对华实施这个先进芯片的限制令。那么对欧洲呢，则通过俄乌冲突，设法呢让欧洲不再依赖俄罗斯的廉价能源，打压了这个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也限制了这个欧洲的先进制造业。美国操纵的中美冲突和俄欧冲突呢，这个打破了过去的国际分工，那么低通胀、高增长的模式呢也就被打破了。因此呢，美欧不再有低通胀的基础了，他们的高通胀呢就很可能要持续几年。但是呢，美国遏制中国的目的呢是很难实现的。一方面呢，中国的制造业难以被其他国家呢所代替；另一方面呢，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再加上呢，俄乌军事冲突的以后这个俄罗斯能源呢向东流，那么中国的制造业的地位呢将更加的巩固和强盛。而最主要的一点呢是，中国的市场够大，消费能力够强，有足够的需求来带动经济发展。那么随着疫情防控呢逐渐精准有效，中国的生产力呢就会大增，经济呢会快速的好转。世行行长呢大概也是看到了这一点，说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呢对中国的经济有好处，从长远来看也有好处。那么换句话说呢，他承认呢美国遏制不了中国。除了美英领导人的会晤，联大期间还有多场双边会见引人关注。此前，韩国方面对外预告，总统尹锡悦将在联大期间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如果实现，将是韩日关系陷入冰点近3年来的首次领导人会谈。在接受美媒采访时，尹锡悦甚至提到要以大妥协来解决韩日问题。不过，相较于韩方的热情张罗，日本方面却表现得模棱两可，态度微妙。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二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以自由与团结为主题发表演讲。尹锡悦提到，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出现威胁自由与和平的情况下，要通过团结而有力地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普遍性的国际规范体系来克服危机、解决难题。尹锡悦还专门提到，国际社会要共同应对有关新冠疫情大流行、气候变化、填平数字鸿沟等时代新课题。按照韩联社的说法，尹锡悦强调，韩国要为和平与繁荣尽到应尽的责任，并多次提到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规范体系。尹锡悦也是希望联合国这个平台突出所谓的和平问题，也就是朝核问题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那么第二个考虑，我觉得就是示好西方因为尹锡悦他实际上强调的还是自由团结，把自由摆在前面，就是希望在价值观上这个同西方之间有个所谓的这种共同点吧。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彰显这个韩国的这种国际作用。实际上，这是尹锡悦作为韩国总统首次参与联合国大会。
而会议期间，他是否会与同时出席联大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因为上一次韩日领导人实现会面还是在2019年12月，在中国四川成都举行的第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会后，由于历史恩怨与现实矛盾相交织，韩日双边关系跌至冰点。若尹锡悦与岸田文雄此次能在联大期间实现会面，将是时隔2年零10个月后韩日关系的一大突破。韩国方面对恢复韩日领导人会谈颇为积极。上周四，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就宣布，尹锡悦出席联大期间将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正在协调时间。金泰孝还补充说，由于日程安排紧张，会谈时长只有约30分钟。周日，韩国总统室还公开了尹锡悦日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原文。对于陷入僵持的韩日关系，尹锡悦表示，我认为应该通过一场大妥协，面向未来的解决问题。有韩国媒体分析，韩国政府急于将会谈公之于众，是为了强调新政府的外交成果，争取民众支持。外界注意到，尹锡悦自5月就任总统后，在国内疫情、经济等不利因素影响下，支持率不断走低。没有看到这个尹锡悦的这个大妥协的这个具体方案呢，但是我想呢，不外乎是以韩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低姿态，换取这个日本对这个日韩关系的这个重新的这个解冻和重视。我觉得更加根本的原因是源于这个尹锡悦政府的这个倾向西方的政策因为日本呢也是西方整个联盟体系当中的一员，那么他要这个取得西方的一个全面支持，那么改善对日关系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相比韩国方面的积极主动，日方态度十分微妙。就在上周四韩方记者会约2个小时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就回应称，日方尚未做出决定。同一天，日本首相办公室在答复美联社相关问询时也称，没有这样的事实。随后，又有日本媒体援引多位日本官员的说法称，日本外务省抗议韩国政府发布了毫无事实根据的言论。被泼冷水后，韩方态度也变得谨慎起来。韩国总统办公室就表示，将研究日方相关言论后再回应。尹锡悦在此次出访前，韩国总统府官员就转变口风称，对此我们无可奉告。对于日方在会谈仪式上与韩方表现出的温差，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是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对此事佯装不知。特别是岸田政府近期因韩国统一教问题支持率骤跌，如果此时对韩方让步，将招致更多批评。不过，据韩联社报道，韩日外长周一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酒店会谈，韩国外长朴振在会后向记者表示，双方就诸多话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气氛友好。在日本国内其实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嫌韩的一个情绪。那么在这种选举政治的操弄之下，特别是岸田政权，我们知道他目前的支持率是走低的，他的不支持率已经超过了支持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岸田他也不愿意冒着这个违反国内民意的这个风险来这个步伐的这个突破这个韩日关系。虽然说尹锡悦的政府的他都很积极，但是有关历史赔偿问题的决定权最终不在韩国政府，在韩国的法院，所以还存在变数日本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也不愿意表态过早。日韩两国就领导人是否在纽约联大期间举行会谈发出不同调的信息，那您对此怎么解读？您怎么看日韩关系的前景呢？日韩就领导人会晤的事情发出了不一样的信息，表面上看呢是说哪一方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但本质上是外交主导权的问题。如果双方就会晤的问题达成共识的话，就可以同步发布会晤的消息。但是韩国一再释放出韩日领导人在纽约会晤的消息，引起了日本的不满。最后呢，尹锡悦总统也不得不说没有什么信息可以透露，韩国最先发布信息也就拿到了主动权，这是日本不愿意看到的。尹锡悦总统建议通过大妥协来改善韩日关系，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现在的形势之下呢，显得是不太专业，至少不职业。尹锡悦总统的外交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但是终归不是职业外交人员。相比之下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算是外交的老将。外交当然通过妥协达成共识，但是如何达成妥协，尤其是大妥协，确实是非常的困难。当年特朗普总统也是希望通过大交易来解决朝核问题，但是并没有实现。
富人出身的总统总是低估了外交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尹锡悦总统的设想很大胆，但是也低估了其中的复杂性。日韩关系改善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和难题，摆在桌面上的就是强制劳工的赔偿问题。2019年以来，韩日多次试图打破僵局，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一事件呢，涉及到日韩两国的国民情感和国家尊严，很难通过实际利益的交换和妥协解开这个死结。除此之外呢，日韩关系还面临着美国的障碍。美国当然希望是撮合日韩，但是日韩两国也在竞争主导地位，就是在美日韩三边不均衡关系中，日韩都希望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代表。此前呢，安倍和菅义伟领导之下的日本无疑是成为美国倚重的支柱国家。岸田文雄不会改变既定的路线，而尹锡悦上台之后呢，获得了拜登的青睐，多少是让日本有些不舒服。历史问题以及积存已久的国民情感，再加上复杂多变的东北亚局势，日韩关系的缓和之路并不平缓。而毕其功于一役的大妥协，可能是韩国急躁心理的一种映照吧。